朋友们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远。在开始聊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先简要的回应一下，就是朋友们对我上一期视频的一个问题，就是党媒第一次在报道中有使用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问题。在这个党媒参考消息的原文中呢，入侵这两个字呢，它的确是被打上了双引号的。那么我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朋友们在节目留言中的提醒呢，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呢，在党媒的语言系统中这里的双引号呢，它最常见的用法和含义呢，它的确就是有表示一种否定、不承认的意思。比如在引述台湾人的讲话提到总统或总统府的时候呢，往往会打上双引号来代表中共官方呢并不承认这个总统或总统府的合法性。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双引号呢，它也代表另外一种用法，就是代表着引述别人的说法，这是别人的原话，那个意思呢，就是我不一定认同，但是也不一定不认同，反正呢，它就是一种相对中性的模糊态度。我们通读这篇报道的全文呢，就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它是改写的西班牙国家报网站的一篇报道，它并不是原文翻译转载过来的，而且这个文章对泽连斯基的基调呢，它是偏正面的报道语气，也就是说呢，党媒其实它完全可以不用入侵加引号这种方式来进行报道的，它直接使用此前那个俄乌冲突的说法就可以了。之所以它没有这样用呢，它实际上就是取的第二种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用法，就是表示这是别人的一种说法。所以呢，我们结合对泽连斯基正面报道的这个基调，就可以看到党媒它这样去报道的用意它应该是在从就是不提入侵到直接的最后承认入侵之间呢，去制造出一个过渡缓冲的地带，也就是打一个擦边球吧。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解读了，仅供大家在这里吃瓜看戏呢做一个参考。至于说未来中共对俄乌局势的态度究竟会如何的变化呢，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观察。好的，说到这个吃瓜看戏呢，我们今天就来重点讨论一下昨天的一出戏，而且是一出真正的红墙内的大戏。在我看来昨天恐怕是习近平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以来经历的最险恶的一天，因为他有可能刚刚遭遇了一次强有力的逼宫，这个就是他所主持部署疫情防控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那么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很多朋友应该可能都看到这个消息了，为了方便大家讨论呢，我还是按照过去的惯例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会议的主要内容和一些重点信息。昨天呢，中共央视新闻联播是用了5分5秒，差不多这个时间长度播报了习近平在这个政治局常委会议的重要讲话。然后呢，各大党媒和官媒都一律在头版头条进行了这个报道和重点推送，其力度之大呢，它足以让所有人都清醒地意识到，习总呢这一次他是要来狠的了，他绝非是走过场敷衍了事了。根据党媒的报道习近平他讲话的干货内容呢，基本上他都集中在这个通稿的第2、3两个段。我们简单的归纳一下呢，可以看到他就是下面这几点。第一呢，就是他这个说话呢，他讲话说这个当前的疫情防控的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个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说这个封城清零呢是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第二点呢，就这个会议强调说这个病毒还在不断的变异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加上中国的老龄人口多什么医疗资源不足等等劣势吧，所以放松防控呢，它势必会造成大规模的感染和大量重症及病亡。第三一点呢，就是被诸多的党媒去突出显示进行重点报道的所谓3个坚决，也就是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作斗争。在他这个讲话后面呢，还有一些具体的工作部署性质的内容，
里面啊，除了提到一句说保障民众生活物资供应以及看病就医的需求等等，算是间接的承认了次生灾害存在之外呢，其他的基本都是一些老调重弹，我就不在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了。那么对这个讲话要怎么去进行解读呢？我们首先来看看大众比较罕见的一种反应。这个消息啊，在官方媒体一发出来，这个微博的评论区它就集体的翻车了。基本上我们看到它都是一些公开的质疑啊、讽刺啊，甚至有很多堪称是反动的言论。比如说呢，有人就直接引用了杜牧的那个《阿房宫赋》，暗骂当局是毒夫；有人呢就公开的写说赶紧换人，或者是写上换其他人上，难道就不是中国了吗？然而更夸张的是，有人就直截了当的咒骂当局，说你什么时候能死啊？这种激烈的反应它频频的出现，而且没有被及时的删除掉，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一次的会议定调，它对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了？它招致的批评面究竟有多广啊？而这个清零到底的政策所引发的矛盾究竟会有多么的尖锐了？我们同时呢，也可以简单的得出一个推断，就是这样的讲话它一出来，在民间都能够引发这么激烈的，几乎就是出离愤怒的一种反响。那么在党内高层的圈子内，它会是一种什么样呢？我觉得是不难想象的，对吧？要解读这个讲话背后它释放的真正的信息啊，我们就不得不先提一下在2天前的一个传闻，就是有海外的自媒体人呢在推特爆了一个料，说呢习近平在高层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呢是被迫的禅让了，就是由李克强来暂时的主持工作。但是呢，为了维持这个政局的稳定，相关的政策和人事呢，目前暂时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动，要一直等到20大以后才会逐步的来进行调整，才会来揭开这个谜底等等。那么这个爆料呢，我在前天做客方菲女士的热点互动节目中是有曾经提到过了。我说这个爆料它其实提到习近平已经被罢黜的这个结果呢，我是不太相信的，因为一个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集权的首脑，说他都没闹出点动静来，你只开个会就让他靠边站了，这个是难以想象的。要知道，当年胡耀邦他被开会罢黜掉呢，是因为他从来都没有染指过军权，真正的领导人呢，一直都是邓小平。胡耀邦他其实一直都是事实上的接班人身份，包括后来也被罢黜的赵紫阳，也都可以说始终是处于一种被考察的接班人的地位，从来没有真正的登顶过。所以呢，以习近平这种文革中成长出来的敢出手、敢打烂了一切重来的红二代，他实在不太可能说在会场上是吧，大家发言他就束手就擒。但是这个传闻呢，反过来说，它并非没有合理的这种信息和内涵在里面。实际上啊，类似的传闻早在5月1号左右就已经在微信中是悄悄的流传了，它只是到了海外自媒体爆料以后才迅速的发酵。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和大家有分析过，就在4月底到5月初这短短的几天之内呢，我们看到中共在经济监管、对美外交以及俄乌战争立场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一种集中转向的现象，对吧？这种转向呢，它不仅仅只是舆论宣传的层面，而且是政策层面的。以这个习近平这些年行为做事的风格啊，如果说他没有受到强大的压力，他不可能在他亲自定盘部署的这些像监管风暴啊、战狼外交啊，还有中俄合作无上限这3大焦点政策上面，同时出现一种集体的转向。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一看习近平在5月5号这个政治局常委会的讲话内容，也许呢，我们就会有更准确的一种理解了。首先呢，习近平他说，当前的疫情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这个其实它是对清零模式政治定性的一次重大升级了，也就是上纲上线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的这样一个地步。那么中共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你要按照中共的官方的固定表述啊，
就说这个中共的性质呢它是什么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啦，是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什么领导核心啦，代表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等等等等。而中共的根本宗旨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那句人人听了都会会心一笑的那句话，叫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么谁都知道这些呢，只不过都是一番鬼话了。我们其实要通俗一点来说党的性质是什么？其实就是不择手段确保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同时呢，要全心全意地割人民的韭菜。就是按照这种定性从现在起，谁要是反对清零封城，谁就可以说就是在反党，谁就是在搞颜色革命了，那么谁就是过去所说的反革命了。中共他一向是用什么手段来对付反革命的？我想在这儿呢，我就不需要多说了。所以这个定性的性质，它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个等于是直接把这个哪种防疫模式更好的这个内容部分，就是属于内部的分歧矛盾，它瞬间的就变成了一种绝无商量余地的敌我矛盾。其次呢，这个习近平他说是打赢了武汉保卫战，也一定能够打赢大上海的保卫战。这个其实代表了两层含义，一个呢就是他承认上海封城了1个月都没有能够清零，没有打赢嘛，这其实就是受挫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对上海是志在必得，哪怕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也一定要拿下。所以呢，上海的朋友们听到这里呢，可能你们要小心了，你得要做好继续封控至少是1个月，甚至是更长时间的准备，并且还要做好各方面的最坏打算的准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虽然大家现在都开始在把目光呢逐渐的转向到北京去了，但是其实上海显然才是当前这个高层政局的焦点。我们用习近平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清零模式现在成为了他捍卫党的领导，其实也就是捍卫他自己绝对领导地位的一个抓手，对吧？这个词是他自己发明的。那么反过来这个也可以说他就是反习势力要扳倒他的抓手，而且是比那个经济中美关系还有中俄关系等等这些议题更加有效的最佳的抓手，可以这么说。而且这个抓手的最佳对象呢，它就是在上海。我们看到习近平被迫在经济和外交等等领域，他都不同程度的做出了让步了，但是在清零这个问题上，他不但没有让步，反而是上纲上线的升级。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这个问题对他的杀伤力有多大了。这个是他一步都不能够退的最危险的一个领域。在5月5号这次疫情防控常委会之前呢，其实上一次还有一个常委会是在3月17号的常委会。那一次习近平的这个说法呢，他是叫做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防疫成果，对吧？他就算是退了那么半步吧。但是仅仅10天以后的3月27号，他就突然霸王硬上弓，强行要求上海一夜之间封城。在当时我们就在节目中和大家说过，他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了，就是让习近平他意识到自己退半步呢，造成了严重的被动，所以他才勃然翻脸，大打出手。第三一点呢，就是习近平这次讲话他提到了这个3个坚决嘛，刚才我们说了，我们其实可以直白一点说，它可谓是一种杀气腾腾、全面开火的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注意他第一个坚决就是说要什么克服认识不足、工作不足等等问题，这其实他是冲着各级下属所讲的。第二个坚决呢，说要坚决克服什么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等思想，这个其实他就是冲着所有不赞成清零的那些专家学者们去讲的。那个意思呢，就是你们不要自以为是专家就敢轻视我的决策，你要是不克服一下你自己呢，我就要来克服你。那么第3个坚决呢，他说坚决同一切歪曲、怀疑、否定我国防疫方针政策的言行做斗争，这个当然就是冲着反习势力而说的了。中共的话语系统之中类似这里提到的这个歪曲、怀疑、否定等等用词，
其实它都不会是随便使用的，它往往都是有特定的具体对象的指代的。在我看来这基本上它就代表了反习势力之中的3派人马，就是包括了强硬派、温和派与观望复合派。所以呢，习近平这句有浓厚的文革范式的严厉的警告呢，它其实相当于是挑明了态度，就是要对这些对手是全面的封口，要全面的镇压了。套用过去武侠小说中的一句流行语，就可以叫做武林至尊，亲临风控，号令天下，谁敢不从？所以在这样一种政治高压之下，我们就会很快看到中央最高级别的那个疫情防控小组它将会成为当代的中央文革小组，它可以拥有跨领域的调动所有资源的权利，所有领域的什么法律法规呢，都必须在这个小组的指令面前让路的。清零防疫呢，它将迅速的成为可以任意的进行隔离审查、抓捕关押以及撤职问责的这种万能的理由。这个才是习近平他想要的。这个与此前每一次大型的政治运动，我们看到它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就是它在中共官场上一定会出现是必须人人表态、人人过关的。谁敢有半句的异议，那么一顶妄图改变党的性质的这个帽子就足以把人压个半死。也就是说呢，习近平他现在这个反应有多强硬，放出的这些话有多狠，他就等于是反证了他在党内遭遇了这个挑战有多严重。也就是说，那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它其实同样是适用于中南海的。这个可能是习近平上任以来他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逼宫。不过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看到这个逼宫呢，它尚未演变成为夺宫，对吧？所以从4月底到昨天为止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基本上是上演了从被逼宫让步到他艰难的稳住了阵脚，再到现在腾出手来进行反击的一个完整的过程。而这几天呢，可以说就是中南海的里面的小池塘差点就掀翻了在大海中领航舵手的这么几天，它同时也可以说是差一点就刀光剑影、摔杯为号的几天。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你这是不是有点阴谋论啊？其实任何对中共的路线斗争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种斗争的阴谋它究竟有多深，这个手段有多残酷呢？它是远远超出一般人想象的。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讨论到这一点呢，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为什么胡锡进这个人是吧，他会写出那样的一篇令人费解的文章，然后呢，他又极其恐慌的自己把它给删除掉。我们甚至都可以想象胡雕盘他在删除文章的时候，很有可能他的手都在不停的颤抖的。胡锡进的文章和他删除文章这个动作从昨天到今天，他一直都是和习近平的这个讲话一样，是非常热门的新闻。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昨天下午呢，胡编他在微博与微信公号是同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背水一战》的这样的文章。这个文章呢，就评论了这个有关清零防疫、经济困顿与奥密克戎等等诸多的这些热点问题。比较反常的是呢，他在文章中对这些问题的评论基本上都和习近平的主张是不同调的。比如说这个胡编他说只有成本可控的清零才更有意义。这种说法它其实就属于习近平刚才提到的那个叫做什么歪曲防疫方针的范畴，对吧？连清零派的那些粉红都直接的攻击他，说你这是与中央唱反调了。然后呢，他说北京如果收拾不了奥密克戎，那么北京人和国家都不得不接受。那么这一点呢，也被指是在暗示说这个清零是难以成功的，最终可能都不得不选择共存。还有呢，他说这个什么北京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或应把实情告诉国人。这种说法，它不等于就是在暗指当局隐瞒了疫情真相等等，是吧？其实胡雕盘这种人呢，我们都知道他一向呢是靠察言观色以及少许的体制内的有限的信息源来揣摩上意的。
别看他在这个舆论场上跳得挺欢的，其实呢，他从来都没有靠近过这个体制的核心圈儿，所以呢，他的雕盘功能呢，往往你会看到啊，它会有一种滞后效应，就是他经常会跟不上党内风向的变化。为什么我们看到习近平为什么看到就是这个胡锡进他的文章啊，屡屡的会出现这种自我打脸，不得不屡屡的施展这个全方位雕盘的绝技来圆场呢？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的信息源是有限的，而且他自己的判断力也经常的会滞后。那么在明知道清零和共存这个争斗问题在高层是现在极其敏感的这么一个问题，胡锡进他为什么还会写出这样的一篇明显与当局不同调的文章呢？我并不认为啊，这个是胡锡进他突然间有了勇气啊，说想要来说几句人话。他其实啊，更像是得到了某些信息源的提示，他才欣然提笔的。他以为上面的风向在变了，以为这个防疫政策就像这个停止监管，对美国突然开始友好一样的也要变化了，所以他才提前摆好了要雕盘的姿势。说穿了呢，其实他只不过是被反西派呢，可能是简单利用了一下而已。这个盘呢没有雕住，反而被长了嘴。所以呢，当胡锡进稍后得知这个上面真正的风向是什么的时候啊，他的恐慌啊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看到胡锡进啊，他火速的删除文章以后的第一时间，他就转发了官方对这个政治局会议的通报这个报道，并且呢，关闭了他的评论功能。可见他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悔恨交加、柔肠寸断的滋味了。所以呢，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习近平他在昨天的讲话以及这个胡雕盘被掌嘴的事实呢，他实际上是从另外一面证实了这个逼宫行动的存在。双方啊，围绕了这个清零的路线斗争，从昨天开始起，就算是正式拉开帷幕了。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习近平的这番讲话，他确实有几分当年那个发动文革的516通知的意味。所以呢，朋友们，大家都要坐稳了，可能更大的风暴啊，很快就要来了。好的，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各位的观看和收听，我们下次再见。